起，需做好资金大水漫灌的准备，房地产或将出现3个趋势。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角色，极大地带动了 GDP 的发展。前些年，国内的炒房现象十分严重，对有的人来说，即便房子不是刚需，也会将其作为投资理财的工具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房地产市场会继续火热发展的时候，房价却开始不断下降，出现严重的退潮现象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有人担心自己的房子贬值，也有人开心终于可以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据说从明年开始，房地产市场可能将出现3个趋势，要做好大水漫灌的准备。那么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什么情况？明年会出现哪3个趋势？一、资金大水漫灌会出现吗？近些年来，房地产市场发展走向多变。回头看过去20年的房地产发展，中国的房价一直在不断呈现上升趋势。房地产的兴起带动建材、家装等行业的发展，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。然而，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购房人越来越少，中国整个的房地产行业受到冲击。根据相关数据显示，2022年的房地产投资总额开始下降，竟达到了近3年的最低水平。不少人开始担心自己手里的房产价格会跌落，毕竟从前疯涨的价格与现在的价格降温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目前人们看到的只是消费的增加，却未感受到收入的变化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楼市存在泡沫的原因。至于究竟需不需要做好大水漫灌的准备，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。所谓的大水漫灌规模巨大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刺激方法，通过无差别投入大额资金，刺激经济发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、资产泡沫等问题，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。其次，国家正在逐步改变房产发展模式，改变以往大规模向市场投入资金的做法，着重推动经济结构优化。虽然如今房价呈下降的趋势，但价格并非会永无止境的下跌，并非需要做好资金大水漫灌的准备。毕竟，在危急时刻，国家必定会出手调控。无论明年的房地产行业如何发展，都需要明确思考未来房地产会发生的变化，及时预知其会给自身带来的风险。2、25年或有3大趋势。在当前经济状况下，房地产行业的潮水将在不久后完全退去。25年的房地产行业或将出现3大趋势。1、房价趋于平稳。潮水退去后，房地产市场将一改从前繁荣景象，迎来冷静期。或许在2025年，房产的价格将趋于平稳。经常关注房价的人会发现，早在2021年，许多2线、3线城市的房价都开始大幅度下调。没过多久，像上海等1线城市的价格也开始逐渐松动，市中心的房价每平米下降了4万左右。然而，此举并未刺激人们的购买欲，反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停下来观望，说不定过段时间房价还能下跌。还有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了购房计划，担心买房后房子会继续贬值。一时间，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，人们的需求量持续下降。为应对此类状况，各地纷纷开始出台相关政策，不仅放宽了限购，还下降了单价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房价回归理性将成为必然的结果。如果长期出现价格上涨或下跌的现象，房地产行业将受到严重影响。对于大家来说，房产价格趋于平稳是难得的机遇，有购房需求的人还是要牢牢把握住这次机会。从前或许会因房价过高导致自己无法挑选喜欢的住所，如今能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选择自己心仪的房子。房价下降不仅能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，也为装修、地板等相关行业带去了新的生机和希望。2、投资属性下降。预计在2025年，房产的投资属性将进一步下降。在房价上涨的时候，各地为限制人们的购买，开始出台限购政策。那时的房产被人们看作是赚钱的商品，不少人都加入了炒房的阵营，
尤其是在一线城市，你会发现有人竟然一次性购买数套房产，握在手里按兵不动，等到房价升值后，直接将手中的房子出售，从中获取利益。国家对此专门制定了3条红线政策，为的是让房地产市场趋于平稳。此前，各大房地产企业凭借高额的负债进行大规模扩张，资产负债率极高。在政策的推动下，房地产企业开始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，努力向国家政策看齐。当前的房地产形势与以前已经大不相同，投资人不再将房产作为投资商品，它的收益与风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从房产市场来看，曾经1平3万的房子，如今只需2万元，甚至更低。一些想要靠炒房获取利益的投资人开始放弃了这个想法，将目标转向别处。房产的投资属性大幅度下降，代替投资者的是有实际购房需求的购买人。房地产企业也不再像从前一样追求扩大规模，将重心放在提升产品质量上。房产将逐步回归到原本的居住属性，市场也将朝着健康、可持续的方向发展。3. 租房市场崛起。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租房代替购房。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上班族，面对高昂的房屋价格，他们无法承担起巨额的贷款，只能选择租房。在这种局面的推动下，租房市场的发展开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但目前租房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首先就是工作方面，部分企业偏向于招聘本地人，有的还会要求有本地户口。在住房补贴等福利上，部分企业对租房员工和购房员工也会发生区别对待的现象，给租房员工带来很大的困扰。其次就是子女上学方面，有人选择到一线城市打拼，恰好碰到了自己的心爱之人，2人在此结婚生子，但房屋依旧是租赁而并非购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子女的入学便会受到影响。一些学校会将租房者的子女排名放在后面，优先录取本地购房人的子女。在同等条件下，购房者能够凭借其房产给子女争取入学权。对孩子而言，这种区分很容易伤害他们的自尊心，在班里也会因此抬不起头，可能受到同学的歧视。除此之外，在医疗、出行等方面，租赁者都会因没有购房而受到影响。为解决此类问题，一种名叫租购同权的形式出现了。所谓的租购同权是指租赁与购房人享有同等的权利，不再受房产的限制。但这项措施目前并未大范围实施，只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试点。不过能够看出，在租购同权的作用下，的确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活问题。人们对租房的兴趣也越来越高。在2025年，租购同权将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城市。在此政策的带动下，租房市场会进一步扩大，缓解了住房之间的供需矛盾。人们不再追求购买房屋，不想一直背负着巨额的房贷，增加生活的压力，不如花钱租赁高品质的房租，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。3. 房地产是否会恢复以前的繁荣？相信许多人还对房地产行业抱有很大期待，认为未来的房地产行业还能恢复到从前的繁荣。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可能性，但并非是完全能够实现的。从政策支持来看，政府一直在出台相关政策，想要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。不仅降低了首付比例，还放松了信贷政策。这种做法的确让更多人看到了购房的机会，刺激了购房需求，增加了人们的购买力。但想要完全恢复到往日的繁荣并不容易。如今人们的消费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，不再热衷于投资房产。不少人在炒房时购买的房产只能低价出售，赔了一大笔钱。再加上如今市场形势十分不稳，更有不少人被公司裁员，没有了经济来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消费者在购房上则更加谨慎，在多方面考虑下，才能决定是否购买房屋。更有不少人用租赁代替了购买，不仅解决了居住问题，也减轻了自己的生活压力。此外，当前的住房供应较为稳定，房产的数量高于人们的需求，
部分城市的压力依然很大。因此，房地产行业想要恢复到从前的景象，必须要政府、社会、房地产公司等多方面共同努力，市场才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转变。结语：未来房地产行业将迈上一个新台阶，迎来全新的转变。2025年，这3个趋势会一一显现，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当下的房价变化，理性做出决定，切勿听信他人盲目跟风，否则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与此同时，房地产商业也应当持续关注市场的变化，随时调整发展方向，根据当下的发展趋势决定经营决策。国家也会出手调整贷款利率，继续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。相信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将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变。